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月的节目。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，子女的家却从来不是父母的家。无论爱与不爱，孝与不孝，下辈子都不会再见。11月25日，一位上海的父亲临终前，在医院立下了一份遗嘱，他的遗产只留了1元给女儿，其余财产包括房产1套，存款80万元，全部留给了陈女士。这位陈女士是谁？其实她是3个月前女儿请来照顾父亲的保姆。看到这里，很多父母都沉默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究竟女儿是做了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。孩子出生那一天，父亲欣喜若狂，一个人跑到医院的广场上，对着天空拜了又拜，感谢上苍赐予了他这么可爱的孩子。随后他把戒了100多次都没能成功的烟给戒了，这一戒就是28年。后来遭遇婚姻危机，父亲放弃了所有财产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，女儿跟自己。他怕失去了女儿这个贴心小棉袄，他会冷得睡不着觉。女儿半夜发高烧，父亲抱着女儿去医院，途中心疼地流下泪来。女儿问：爸爸你怎么了？父亲不知怎么回答，他便说：爸爸好爱你，好爱你。女儿用小手帮父亲擦了擦眼泪，认真地说：爸爸我也好爱你。女儿慢慢长大，距离自己也越来越远，直到有一天，女儿带着男朋友来到家里。当父亲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女儿宝贝时，他忍不住背过身去，心如抽丝。就这样，一个陌生人把女儿带走了，然后他们结婚生子。渐渐的，父女2人从1周1个电话变成1个月1个电话，再到后来成了3个月1个电话，从半个月来看一次到1个月来一次，之后又成了3个月来一次，再到最后半年也未必能再见一次了。尽管他们相距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，可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。父亲慢慢老去，女儿问候的声音越来越少。父亲病了，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医院里，天天盼着女儿出现。在这3个月里，女儿只来了2次，然后便匆匆离去。父亲以为自己命不久矣，可是他并没有等来女儿的陪伴和照顾，等来的却只是一个陌生的保姆。终于，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流尽灯枯。临终之际，他感叹：50年还不如3个月。为了感谢女儿帮自己找了一个好保姆，他决定立下遗嘱，上面写道：上海房租太贵，爸爸决定把房子留给阿姨，爸爸的存款也不多了，你结婚生子耗尽爸爸所有积蓄，剩下80多万养老钱，现在也用不上了，也留给阿姨吧。龙应台曾说过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，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。只是这位可怜父亲最后都没能看到女儿的背影。听完这个故事，心里酸酸的，看着孩子稚嫩的脸，做父母的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，他将来会以何种态度来对自己。对一个已经老去的父亲，相信大多数为人父母者也断不会因为看了这个故事而放下孩子不养。之前总会听到父母训斥儿女说一些难听的话，可天下哪有不真心疼爱子女的父母？
父母之于子女，就是一张没有回路的单程票，明知越走越荒凉，也会笑着走下去。要说这位上海的父亲还算是幸运的，有个善良的保姆悉心照料。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有多少年迈昏花的老人，没有子女的陪伴，也没有保姆的照顾，孤独地生活在家中。有一位台湾的母亲，早年丧偶，自己独自赚钱抚养儿子，将儿子养大成人，又送到美国读书。儿子毕业之后，留在美国上班赚钱买房子，娶妻生子，建立了美满的家庭。母亲也快退休了，打算到美国跟儿子一家团聚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于是他满怀欣喜地写了一封信给儿子，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正当他做好一切准备时，收到了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回信，里面还夹着一张支票。信上写着，表示儿子并不欢迎母亲搬来一起住，希望他能独自生活。读完这封信之后，母亲想通了，他决定用这笔钱出去环游世界。在旅行中，他突然顿悟，人间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都是无根的浮萍，缘来缘去都该心无挂念。赵朴初曾说过，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，子女的家从来不是父母的家。生孩子是任务，养孩子是义务，靠孩子是错误。孩子可以是父母的一切，父母却只能是孩子的余光一瞥。或许孩子真的都欠父母一个老有所依，但父母也不要悲观，不要埋怨，要学会乐观面对，独立生活。就像当初父母把孩子送出家门，锻炼他们独立生活一样，现在就当是孩子在锻炼自己独立，直至慢慢老去。孝顺终究只是一种美好的奢望，可遇不可求，有则享受天伦之乐，无则两不相欺，泰然处之。养老还要靠自己，学会养老，能养老，精神上不被儿女拖累，经济上也不拖累儿女。少来夫妻老来伴，自己的梦想自己圆。好好珍惜身边的伴侣，或许只有他才对你不离不弃，能陪你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真正的老有所依，依的是什么？一，多交一些朋友，朋友绝对不会从天上主动掉下来，而是用心经营的结果。在麻将桌上话话家常，在通讯录里的老同学也别冷落了，参加几个兴趣社团，写写书法，画画国画，喝茶下棋，看书写作，跳广场舞晨练。不用多久，呼朋唤友的热闹日子就来了。二，财富规划要做好，银行卡里的钱够用就好，即使一个月1000元，也可以过得很不错。剩下的日子不多，什么都带不走，所以自己也不必过得太过节省。三，要有小病也不扛的意识，年纪大了，有点小毛病很正常，每年都要有定期体检的意识。小毛病拖大了，不仅是给自己找罪受，更是给子女添麻烦。那些正从中年迈向老年的朋友，也需要未雨绸缪，早做打算，和朋友们约好固定时间打打球，散散步，身体保持健康，将来可以在一起抱团中安度健康的时光。尽量不做失能老人，至少也要让那一刻晚一点到来。利用自己还有奋斗的能力，为自己未来多攒一些钱，等自己的身体终于不能和老友们一起潇洒，就要不得不住进老年公寓。那个时候，
可是有多大资本，享受多高的待遇，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养老宝典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期待与您的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